看到白起献逆的动画之后，我感觉这个动画比我想象的更有思考力。我从一开始低估了这个故事，我以为就是无脑爽而已，但是我完全看错了。有时候到某个点，动画会转方向，每次让我很惊讶。我本以为这个故事就是亡灵杀到最后，而得到更多力量而已。仙逆当然有这些成分，但是我感觉亡灵的个人发展也很有意思。每个转折点，仙逆会把一新层的深度叠上。亡灵怎么理解世界？他怎么跟别人和周围相处？有些细节我应该不说不喜欢，而是说是我需要忽略的细节。在英文中，我们说 suspension of disbelief， 意思就是暂缓怀疑，因为只是娱乐，我不会把它看得太认真。有时候我就是想看超级大的剑劈开天空，献逆当然有这个。但是这部动画到了某些转折点，会开始质疑一些亡灵以前做的事情，或者他以前的信念，因为这些领悟跟自己的道有关，他需要意识到这些概念，才能突破警戒。现在我看到第100集，如果要分成我所看的部分，我会把献逆分成3个部分。第一段我会称呼死，这段是亡灵因为想帮助自己的家人，所以开始修炼的那段时间。这段也包括那个因为家族遇到的屠杀而开始的复仇循环，在藤花岩射出的时候才结束。第2段我会称呼生，这段是亡灵化繁的那段时间，他有了想成为可以保护重要的人的动力，也是他跟李木婉产生亲密关系的时候。在李木婉死去还有亡灵第一次抵抗天道的时候才结束。第3段，这是亡灵等着李木婉的元婴苏醒的时候，在李木婉元婴醒来的时候才结束。那么我们从第1段开始说起。死，我把这段称呼死，因为亡灵到处都杀人，对死生或者因果没什么概念。献逆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角色从少年修炼到自己500多年了。天官赐福肯定也有这么老的主角，但是故事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生活很多年了。我觉得这种构思特别有意思，就是有一个对死和生没什么太深的理解的角色。因为亡灵从少年时踏入修仙界，他没有花太多时间跟自己最珍惜的人在一起，他从小一直在修炼。当然他变更强了，但是他也没时间待在父母家里。他对凡人的生活或者人生的价值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概念，有一种讽刺感。一个想帮助自己的家人的孩子踏入修仙界，这样他可以保护他们，他反而惹了一个屠杀自己的家族的人，就是那个藤花园。你甚至可以说这个循环是从亡灵毫无顾忌杀死藤里开始的。当然仙修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的，很多人也是这么干的。从此以后，亡灵的目标就是为王家复仇。在这段他对身边的一切没什么归属感，除了家人还有一些朋友，他不会留恋他住的国家或者他拜入的门派。如果发生什么变故，他不会太在意，就会去别的地方继续修炼下去。亡灵为王家复仇之后，
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部分，就是我自己称呼生的那一段，那就是他画饭的时候，他开始对死亡有更深的认知。他现在有了在凡界落地生根的体验，知道什么才是看亲友出生、长大、去世，然后亡灵有新的目标，就是想足够力量保护对自己很重要的人。他跟那个增加建立关系之后，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归属感。对比下第一部分的火焚国，还有第二部分的色派联盟，火焚国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后，亡灵并没有什么责任感，对宣武国也没产生什么反感，反而在第二段雪域国一攻击色派联盟，他就开始讨厌那个红蝶，毕竟这个状况影响他很爱护的曾家。后来他换用名字，在现界开始叫自己曾牛，正是从曾大牛的名字来的。我个人觉得汪林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没有花时间陪伴自己最珍惜的人，所以到他回来见李木婉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李木婉的寿元快要耗光了。当然这是闲暇，他一定要花很多时间突破境界，但是我还是感觉一种悲剧性。亡灵的意境正是生死已尽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亡灵对生和死的认知还没成熟。天道试着杀死李木婉的时候，亡灵勉强把李木婉的原因放在一个胎儿里，这就是第三部分的开始。在第三段，亡灵准备18年了，等着李木婉的原因醒来的那一天，到时候他想得到抵抗天道的力量。那个孩子出生了，就是一个叫周如的女生。一开始亡灵以为周如的身体里面只有李木婉的意识，看到周如做什么就会想，没想到李木婉小时候就是这样。但是周如18岁了，终于到了李木婉的原因醒来的时候，不过周如反倒开始做噩梦。还有亡灵终于发现，原来周如有自己的意识。亡灵很遗憾，告诉周如他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周如入深度昏迷之后，可以给他一个新的肉身。在这段我非常不同意亡灵的做法，感觉对周如太冷酷了。周如同意了，因为亡灵对他来说很重要。但是就算周如同意了，他还是有顾虑，因为他的身体不仅是一个肉身，是他的肉身。我以为故事会这样让亡灵继续做他想做的，很多时候别的故事会这样做。但是李木婉醒来了，还有天道又来执行规则。不过李木婉醒来之后并不开心，他反而牺牲自己，因为他不想亡灵为自己而死，也不想舍弃无辜的周如。我还是喜欢故事质疑他一下，而且做的方法也很明显，让亡灵最爱的人亲口说这不是他想要的。故事甚至让亡灵终于感悟到死亡的冷酷事实。在这个时刻，亡灵的生死已经突破了，他也终于放开他父母的魂魄，留还是走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。我觉得他父母的死亡的时候，亡灵不太明白死亡，到现在他还是不是完全理解这个概念。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故事刻意设置的。当然亡灵还是有修行李木婉的执念，
但是肯定没有等18年那么简单。我觉得他可能会继续试着苏醒李牧安，但是应该比以前更难。我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。我刚刚看到第100集，看起来后来的 boss 可能就是天道。第3部分的最后一集暗示维持天道的人就是古神，后来亡灵这个假古神可能会抵抗别的古神，但是说不定。我觉得这部动画给我很多惊喜。好的，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